大家好，历史和理修，我们这一次呢是2025年第2次呢来到了厦门哦。那在我身后啊是连接两岸的希望啊，金厦大桥正在兴建当中。这一次来到厦门是希望来做一个很深度的文化的旅游，也希望让两岸可以更多的交流，就像金厦大桥缓缓的兴建，最后连接两岸和平跟繁荣共同前进的希望。大家好，历史和理修，我们今天呢又要去厦门，接着呢要去云南，然后去昆明跟西双版纳。这是一趟呢长达8天的旅程。我的心里很值钱呢。大家好，历史和理修，我们现在呢要从厦门本岛，然后到鼓浪屿上，然后这里是游客的渡口。鼓浪屿呢被誉为啊整个厦门最美的一个地方。有很多历史的名胜，最有名的就是郑成功在岛上来练兵，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去寻访郑成功的相关古迹，还有很有名的板桥林家，在这边也有一些痕迹。那我们期待一下。但鼓浪屿有个特色哦，全岛禁动力系统，只有合可的一些电动小车可以在上面。那最后我要介绍一下今天的 OOTD， 今天呢特别穿了一个白色比较宽松的，这是平原方中的这个 T 恤嘛，然后呢，这个棕色的一个外套，再加上一个卡其色的裤子。为什么呢？因为啊，当年的南洋华侨呢，很喜欢穿类似这种棕白色这种装扮啊，因为跟当时这个流行有关系。比如说比较有名的陈嘉庚先生哦，上次我们在厦门的时候有去他创办的这个集美大学嘛，那他的一个扮相呢，再加个帽子，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今天致敬前人，因为鼓浪屿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是，金门跟厦门呢，两门的士绅都会把孩子们送到鼓浪屿上面去就读，因为上面有很多的领事馆，还有很多的学校，所以呢，这是一个文风圣地。所以我们致敬一下下南洋的这些华侨先贤们。哇，哎呀，我们上船啦！给大家看一下，很漂亮。有一个部分吉家先生鼓山指派的诗情花。我们准备要下船哦，然后在这里，这老大。Hello， 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少了一个人是去哪里呢？鼠鼠，我带大家去看。正在停靠码头，停码头摇晃，请大家站稳。这很扯。那如果呢，大家呢？这个是谁的鼠鼠啊？我想他去哪里了？因为他去那边睡觉。你看这人，会发栏杆。我们下船啦，下船啦，下船啦！厦门最厉害的一个是就是海真的很干净。我们刚才在沿路过来哦，我跟大家说干净不是讲假的，他们会派人捡。那今天比较倒霉的是，就是真的是雨下很大，但搞不好也不是倒霉啊，就是这个要怎么讲呢？就是个梅姐，没错，别有风情，好美呀！我跟大家说，你上鼓浪屿第一件事就是真的很好看，超美的。你跟着我们镜头真的，你今天赚到了，你知道吗？大家好，历史和理修，我们现在来到哪里呢？我们在鼓浪屿故宫文物馆的这个广场啊。鼓浪屿啊，到哪里都漂亮，不管现代或者是以前的建筑。而这里呢，是充分结合啊古今的地方，因为鼓浪屿呢是一个历史文化小岛啊，而故宫呢是整个历史记忆的继承体，所以他们呢做了一个合作，据说17年呢就把这里设了这个馆了。然后我带大家绕一下，随着我的脚步来，这就是它的整个馆身。整个鼓浪屿都是这种建筑物，非常的美哦。这当年呢，华侨或者是领事馆都在这里建。那鼓浪屿因为最早就是作为一个领事馆的一个驻地所在，所以啊，整个岛上啊，当时发达的人呢，就来鼓浪屿上面呢来盖这个房子哦，融合一点华风啊，所以就形成特有的一个南洋华侨的这样的风格啊。那我们等一下一起进去吧。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就会了。这个是画珐琅西洋的天球瓶，这个是清代很常见的一种瓶身哦，它的特色就跟明代很有名的青花瓷非常的不一样，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笔触还是有带一些青花瓷的感觉哦，所以就变得非常的华丽。而满清皇室呢非常喜欢这类型的画珐琅的一种精致的陶瓷，这个在欧洲宫廷它有点又结合融入了中国的特色，所以就形成清代非常特别的这样的画珐琅风格。这个是铜镀金月香花开瓶，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到了清代的时候呢，其实像这个18世纪已经进入工业革命了嘛，所以有很多很精致的一些制作的一些器物哦。那当时呢，不少这类器物就透过海上贸易呢，就带到了清朝，尤其皇室里面就会珍藏多，所以因为这个是一个跟故宫的合作的一个展嘛，所以他就会把一部分的这个展品来放在这边了，大家可以看到。镇馆之宝吗？
哇，这个也太精了吧！铜镀金像驼转花钟，哇，这真好美哦！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那个铜锈有没有绿色的这个部分，这个才一点点铜，其他的部分应该是它做了一些镀金工艺嘛，真的很美。上面你看还有时钟，而且是很精致啊。那这个时期你也可以看到。还有很多这种外国的风格然后慢慢的精致起来，也就是说中西在交汇的时候，可以看到西方的技艺的一个发达。同一时期的西洋的东西的话，大概在西元大概1000年之前的话，我觉得中国的这工艺是非常细致的。不过呢，到了18、19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整个高速的发展工业革命之后，它的东西就越来越精致。这个时钟。这么多，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代表当时的工业革命之后的机械工业的进步。所以怎么样来做这个时钟？但这个时期的时钟呢，比如说像这一件是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那在这个时候，其实电池还没有很普及啊，所以大概率这个时钟通常是上发条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你会发现西方的城市里面通常会有钟楼，然后钟楼的话，它会有那个钟楼声。它就是让你来做校准报时的，因为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后，到了19世纪，我们也知道这个欧陆的工业革命就兴起了嘛，所以从这个第三国吧，荷比卢，再到还有包括法国这边往内陆扩散到普鲁士，到19世纪末的时候，普鲁士当时引领了整个所谓的小德意志这个思想主义的话，就是等于是统一了整个。除了奥地利之外的日耳曼人的区域，也就是整个德意志民族，也就是今天德国的前身，当时叫做德意志帝国。那这当中最有名的工程就铁血宰相俾斯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基本上整个欧陆地区就是说从中欧到西欧地区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时代。那有个重点就是工厂生产它是准点的，所以呢，当时的人就非常非常流行，就是要有钟表。当然有钱人才会有钟表，但是就要有钟楼。所以，比如说我们看那个钟楼怪人，英国的大笨钟咚咚咚，它其实最主要是告诉大家你准点你要干什么，该吃饭了，该上班了，该干嘛了。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你就会有很多这种时钟的。那贵族就会自然把这些钟表做得很漂亮。这个是所谓的这个8音盒，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叫什么来着？音乐盒子。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是用一个铁的，或者是一个金属的，通常呢是做个金属，然后。它用凸点，然后加上这个弹片它把它做成这个音乐。其实这个概念就是最早期的留声盒嘛，就是把它变成做记载声音之用。这真大，对，做得好漂亮。重点是我觉得这件厉害的地方是它还仿照了类似乐团的感觉。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博物馆的计划，就是我们到各个博物馆，因为其实总片长是很长的，然后为了不要浪费素材。但是又还有兼顾到大家的使用的权益所以呢，我们会做成这种完整版的方式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日本的米色地基纹七宝烧瓶，这确实相当有日本 style， 和风。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进步，然后还有对材料学、对物理化学的知识的掌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烧制各个方面的这个色彩更均匀。然后呢，釉彩方面它可以做到更光滑，整个陶瓷的质地它可以做到更薄。其实我们看陶瓷有一个重点，薄、硬度，还有色彩，还有釉彩，它有没有力这就是整个我们在看文物的时候就这样。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日本的烧制的陶瓷，日本我们可以看到，它到19世纪末的时候，它整个国力的一个上升嘛，所以它的一些文物的精致程度就大幅的加强因为其实，在黑船之前日本呢，它整个也是处于相当封闭的一个状况。黑船就是派利准将嘛，当时打开了日本这个国门是美国人来打开，但是这之后，日本进入一个长期这个发展，到19世纪末的时候，其实日本已经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强国，所以才会在1894年甲午战争当中呢。把当时的大清帝国给打败了嘛？那随着1900年它变八国联军，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的时候，甚至进一步就把连当时的列强俄罗斯给打败了。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相当这个你可以看到日本的整个国力这个。鼓浪屿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它整个岛就是一个天然的像大石头一样花岗岩的这个石头，然后它的这个所有的建设就很自然，但是它又很人工。但是把自然跟人工很充分的 merge， 而且这个 merge 它是从清朝
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做这样的一个建设。事实上，可能在清朝更早之前，因为这个岛为什么那么多郑成功的遗迹，是因为当年郑成功在这边练兵嘛。所以我们今天也等一下要去郑成功看。这个是黄家渡再生水处理站，因为鼓浪屿是一个岩质的小岛，所以岛上是没有溪流，它只有下雨的时候有水。那所以过去这里的人都是接水，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从厦门或者是从这个邻近的陆地上运水过来。这里以前水非常的贵，那岛上因为人口非常的密集，再加上这是一个高级住宅区，所以这个运水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早期还用人力担上来，非常很辛苦。那后来就是盖了这个黄家渡再生水处理站呢，基本上大致缓解了岛上的缺水问题OK， 所以这个它其实这里一直在追求一种等于是环保跟绿能再生的一个概念，所以整个鼓浪屿环境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空气比厦门市还要更好。因为它这里风又有海风嘛，所以就带走很多的，所以然后绿植的比例极高，这是它这个岛屿的特色。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这个风情博物馆八卦楼，那我们就上去看看吧。这个据说这几天厦门就只有今天下雨，所以也许遇水则发，会有新的发现哦。八卦楼有一个特质是什么？它修建者是板桥林家。那当时板桥林家有不少成员因为不愿意做所谓亡国奴，为什么？因为甲午战后乙未割台，台湾已经沦陷到日本人的手里了，所以呢就举家就迁回了福建，其中呢他们就迁到了鼓浪屿来居住但事实上在这里居住，他身价也不菲1843年呢，当时会开埠，其实就鸦片战争嘛。那所以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就是近代的开端。我们常讲，我们把中国历史这个摊开来说，它的一个断代史的话，依照日本人跟近代我们很多的当代的学者的研究，喜欢把中国历史从上古上古就是从这个有历史开始，史前的话就是夏朝之前，接下来就是商周，然后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上古。中国的话就是隋唐五代，然后晋世的话就是宋元明，然后还有辽金西夏，然后到清到盛清，然后到了什么？到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就是进入了近代史。那这是我们常看到。那为什么叫近代史？因为中西方接在一起，而厦门就是见证这个地方从五口通商开始。所以厦门的开埠埠这个字呢，就是港湾嘛。开埠这个用法后来就很多，包括在闽南到两广地区到这个闽粤地区，它就很多这种开埠的说法，就是说它成为一个港。所以厦门以前是属于泉州的附属，但是它开港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这个近代的一个橱窗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看1843年1895年，日本呢占领了台湾，也就是1894年甲午战争嘛，1895年乙未割台。那林维源是板桥林家他们就举族迁徙来，你看整个家族非常的这个巨大他们家族在台湾就是最大的望族之一。那迁来这边之后，他们就来建设一个住所嘛，所以八卦楼其实就是当时林家的一个住所那鼓浪屿也不是一帆风顺，其实鼓浪屿在开埠的这一段很长的一个时间，你看从1843到1907，你看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嘛，160几年有人说200年。那这个时间其实因为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领事馆，为什么这里盖领事馆呢？首先因为鼓浪屿这个地方它跟厦门本岛有点距离。那它这个海风吹徐它比较凉。那这些白人这个他们都是从温带地区来到中国嘛，所以这里已经是在这个北回归线以南，属于热带地区，所以比较热所以在鼓浪屿上呢，它又植被又很丰盛，所以就比较凉，然后开发的也比较少因为其实鼓浪屿古代除了郑成功拿来练兵之外，很多时候就是渔民拿来晒渔网然后也是有一些居住了，但是基本上就是跟本岛有一些这个距离，所以它就一个居住环境上会比较好。除了缺水之外，我刚才有讲到的，所以呢，就很多这些洋楼公馆的，所以当时不少有钱人，像林家是有钱人，他们就来这边盖房子，所以就形成我们现在这栋这个八卦楼。那当然呢，到了1941年的时候，日军也是有占领的。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是，厦门的兴起很大程度呢取代了在元代以前这个整个闽南地区，或者说我们整个东南地区很重要的港口就是泉州的部分。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八卦楼的设置。其实你看。圆的、八卦、方的，这是讲风水的。然后你看，改姓灰壳换字，他们为了要保护整个八卦楼的这个建筑你看原本的是墙灰缝，这个最早的这种灰缝是什么呢？它是用糯米、石灰、草灰。其实水泥逻辑是什么？就是改变它的酸碱属性，让它结固。但是这个久了，它的牢固程度会下降，所以他就把它清洗掉，灌浆，然后再把它给沙囊封起来之后，再刷拭这个灰壳面，就变成今天这个白白的。
就很漂亮这样子。这里也很有趣，美国白宫八卦楼，当时的华阳式建筑物呢，它就是会去融合巴洛克式的建筑，然后再加上华人的一种配色，希腊十字间距平面中布局。他们不见得是基督徒啊，跟基督徒没关系，纯粹就是觉得以这样的一个布局呢，会是一个当时比较流行的时尚。其实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当然今天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崇洋媚外，但其实当时就是一种代表说对于进步跟这一种先进的一种向往吧。快30年哦，你看看当时盖这么恢宏的建筑，相当的震撼。那可见他们当时是抱着多大的一个勇气离开了台湾吧。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吧。其实这里有很多的建筑都有当时的巧思，那也可以展示出这个林维源家族的实力确实是相当的不凡的。管风琴，整个楼这个用管风琴，哇！我们就拿这台琴为例啊，大家来直观的感受一下管风琴的音域。我们先来听一下它的最高音。哦，很尖很细的，像头皮一样的那种。哦。那么它的发音管呢，只有我1根手指头这么大，是一根7000合金的金属的迷你管发出来的。好，再来感受一下这一台琴的最低音。我们的低音区呢，它都是由脚键盘来弹奏的。哦，哇，哦。这个也很震撼哈，我们的那个发音管是在后侧有一根高达6米的啊，刚好跟自己身高一样高，一根方形的巨型木质音管发出来的声音。所以呢，我们管风琴它的发音管的尺寸落差是非常大的，这就决定了它的音域也是特别的宽广，是可以从次声波一直达到超声波。所以呢，有很多的音呢已经超出我们人耳听辨的范围了。那么管风琴的音色也非常的丰富，每一个独立的音栓呢，它都有一个个性化的音色色彩。像刚才用的这个最高音的音栓，它单独使用是这样的效果。一般呢，我们管风琴的音栓它是叠加组合式来使用，那么叠加上不同的组合，它又会形成一个全新的音响色彩。哦，哈利波特，管风琴建造大师，法国大革命对管风琴的影响，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那管风琴当初被制造是为了教会，没错，这个西方人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宗教，所以他们当时其实是为了教会的这个弥撒跟各种礼仪所需要的。所以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会对管风琴产生影响呢？因为呢，就是让管风琴脱离了这个宗教的智库。所以管风琴的话，它不是一个琴，它是一栋建筑。但是因为随着科技的一个发展，大家可以看到有新代这种小风琴，普丁跟那个习总雕影哦，好犀利啊！大家什么都可以点，哇，这图真厉害。这个是什么？国家非遗啊，汇合雕影。这是馆长昨天来抖内叫我要吃的。来，哇，各位沙茶面，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吃饭了。馆长说这个超好吃，那我们等一下就来享受一下。我们现在在鼓浪屿准备来吃午餐，这个是我们到厦门呢第一道在地的料，看起来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尤其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小偏房里面，那这个其实都是以前在厦门本地的洋楼去改的，所以你看这些门框都是非常的有历史感哦。我们正在等，就是他坐满我们就可以出发，然后带大家绕个一圈。好，我们今天用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拍这个事情，用的是呢这个 Nano 新买的，林尔，板桥林家，因为有林本维源跟林维源，我们呢去了这个八卦楼是林维源，它是属于板桥林家的2个分支。
哎，是注音符号，我的妈妈咪呀！在大陆看到注音符号的机会真的蛮低的哦，这第一次啊。林尔家的家族渊源，他祖父是厦门抗英名将陈胜元哦，他是陈胜元的后代哦，哇！后来过继给林本源家族哦，但你也知道这个大家族联姻嘛，对，所以都是有名的。自己的名字淑长为这个园林命名为淑庄。清乾隆43年，林氏高祖林应衍啊，从福建漳州龙溪，他们是龙溪来的 ，OK， 龙溪台湾很多人都是龙溪的，迁到淡水啊，然后所以林氏家族呢，这个林平侯最有名就林平侯嘛，你看林平侯后来到了赏三品顶戴啊，因为他这个剿匪有功啊，所以林氏家族就发居了哈，这个是林维源先生，林本源家族的财力。林氏家族第4代掌门叫林维源哦，那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林本源，我记得不是同一个，不是一个人，他是2个兄弟的名字的合成哦，所以有分有林维源系啊。林维源是因为他是第4代掌门，他们这个家族很团结啊，然后一直都有就是族长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家族人越繁衍越多嘛啊，对。好。1900，淑庄花园石面前，人文荟萃啊，人文荟萃。对，哇，你看这个，整个当时他们在这边发展的时候，鼓山园、板桥园的影响，他们还是在怀念他们的老家乡。你看，1919年台湾躲避军阀战乱的林尔家，回到了鼓浪屿，开始着手长海。1919年已经是民国8年了哦，所以大家知道当时其实这些大家族在台海两岸的穿梭还是很多的。事实上，日本殖民台湾期间呢，台海两岸并没有真正断绝，只有到这个就是对日抗战的时候，管制上当然是严格很多。但是在抗战之前，就中日开战之前呢，其实基本上还是有不少台湾人就是到了大陆做生意啊，做一些事情啊。所以包含这个已经到了大陆的林尔家，他又回到台湾去避战乱啊，因为你民国8年这个军阀打了政乱嘛，对吧？所以可以看到这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历程是很长的。那1951年呢，林尔家在台北过世啊。1956年呢，林家淑庄花园捐献给厦门市政府，有点意思哦。林家的本体在台湾。1950年代两岸是非常非常紧绷的哦，可是你看他们还是捐献给厦门市政府，当然有那个时代的背景，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说，这个两岸这种穿梭的这种家庭，其实是很好玩的。梳妆花园是林尔嘉先生的心血之作，园内各景观的建造不仅映射了林尔嘉身为花园主人，在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下的个人心路，也与梳妆银社的成立与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他的那一些，他们叫银旅啦，就他们的一些诗文，就当时等于说这些文人荟萃。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住在鼓浪屿上都不是简单的人物，这边确实是一个比较这个什么，你看这个龚显鹏、龚显先、龚显灿，这个大概是我猜测他们大概是那个什么林尔家的夫人龚云环的族叔，这感觉是兄弟或堂兄弟。我们等一下去爬日光岩，那日光岩是什么呢？就是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刚才拍了一张照在那边哦。那我们就上山吧，走了，走啊，90公尺而已啊，不要害怕。哦，那只是胖胖猫猫。狸猫哦。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李叔同。弘一大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是一个画家，这个在课本上有学过哦。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曲《长亭外，古道边，知道是什么？芳草碧连天。这首经典老歌大家都会。就这一首，这是他的经典传世之作。他一个修行很高的人，其实他本来是有家室的，后来就毅然决然就出家了，是非常杰出的艺术大师，然后也是爱国教育家，然后后来变成高僧，很厉害。弘一大师就是见证着民国时期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怎么样的去追寻他人生当中的一种圆满，或者是他的一个内心的平静。一个零钱都没有。1块台币。啊，你丢了吗？没啊。可以泡泡看。健康、平安、喜乐，然后看历史歌的时候可以一起享受知识娱乐吃瓜，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能够来到弘一法师修行的地方哦，
特别有触动感了，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送别》这首歌啊，所以这个很有感受，很有感受。那丢了，啊，有，哇，这也太酷了吧！水超台是说郑成功以前在这边操练水军的，因为为什么这边超严呢？因为这边刚好是鼓浪屿跟厦门中间嘛，所以这里的洋面是很平静的。阔海雄风，哦，哎，就这里耶，就这 ，That's here。明就是闽，哦，闽海雄风，哦，我没做到，哎，刚才斜看没看出来？闽海雄风，郑成功是延平郡王嘛，所以叫郑延平水超基台故。哦，民国7年建的耶，哎，这里有那个黄仲训先生当时，哦，哎，汪精卫耶，哦，他写给汪精卫的，哇，远看中山小。哎，哇塞，哪来的辣台妹在上面？拍了，你俩拍了。历史哥，嗨，啊，5A 级景点不是讲假，这个地方叫日光岩碉堡，这个景色真的很美。其实没有很累啦，我就推荐大家真的可以来走一下，因为来厦门也好多次，19年来到现在2025年第6年了，尤其是鼓浪屿是时隔6年再次上岛，特别的有感觉。那鼓浪屿真的是越来越好，而且整个环境的整顿啊，然后清洁越做越好。这边跟大家讲，这里可以看到环岛高速。然后那环岛高速它是建到没有地方，所以它就切到海上。那一水之隔的其实是金门跟厦门的发展，你也看到差距很大，所以历史的进程让一对兄弟之岛啊有很大的不一样。那等于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一览整个群体的风光，感觉特别的哇塞。大家好，历史要一秀，我们今天呢来到了霞城城隍庙。那这里也有点意思哦，因为这里跟台北据说有很强的渊源哦。那这里是厦门这些伙伴告诉我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据说它还是霞海城隍庙的主庙，可是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新呢？哎，我们这一位有弟兄啊，他是 Johnson 的好朋友叫 Johnson 啊，你好 Johnson， 你好，大家好，我是 Johnson， 台湾人。你在这里做什么了？而且这个庙感觉跟我们台北霞海城隍庙很像。对，它是这样子哦。我们在这个村庄是做，我们把台青创业基地放在这个后溪村这边，有很多台湾青年在这边创业。那这个庙你刚刚讲对了，它就是霞海城隍庙的主庙。哦，对，等于是从这边迁到台湾去建了霞海。那霞海城隍庙的前辈们，他们回来这边寻根找主庙，然后再重建起来的。哦，有证据吗？有证据，我带你们去看。带我去看一下。就是那个哦。霞海城隍庙于1991年12月奠基重建。哦，重建，哎，这有点意思哦，因为这里看到集美区不可移动文物霞城城隍庙，对，也是2013年公布的，所以这个庙看起来比较新，对，但是它又是主庙，所以原因是怎么回事？它是这样，它当初这个地方它建成的时候，它很特别，它是施琅将军。他在康熙元年的时候，奉康熙的命来这边建了一座军营。哦，对，建了军营之后，同时建了这座庙。那这个它这个庙就在南门临海门旁边。是，对。那这个当初它的目的呢，就是迁海禁令跟收复台湾。它的任务，这个城的任务。哇，对，连施琅都请出来了。对，施琅都请出来，这历史很厉害。后来在1821年的时候，这边姓陈的子孙就是请了城隍金身嘛，他就出海下了南洋到台湾去。对，到台湾去之后，他就建了霞海城隍庙。哦。后来在91年，他们回来找主庙，但那时候找不到了。对。因为主庙已经拆光了嘛，拆掉了。那他们怎么找到的呢？就是因为前面那个牌匾。哦。对，我带你去看那个牌匾。当初这个就是台湾那个霞海啊，它的主庙字就写说我们的主庙在同安府的临海门旁边。对。他们就回来找不到嘛。但后来在河边、海边看到一个奶奶在大石板在洗衣服，然后翻过来上面写临海门，就说啊，原来主庙在这里。就是这个原因。这个车速太快，我有点跟不太上。等下。这个临海门，它上面是奉旨哎。对啊，因为我们做历史研究知道，奉旨的话代表是官方颁布的召建的庙。其实这个东西哦，在这个台南就很多。对。哦，台南就是说大天后宫，这些都是所谓奉旨。对。哦，是根据官方来颁定的。对，就是施琅将军奉康熙的命来建的嘛。是。对。那这块竟然被人当洗衣板
对，因为全部都拆光了，那村民可能也不知道，就翻在河边啊，就当洗衣板在搓衣服啊。结果翻过来，哎，临海门，不是这村民也太妙了，他拿着，他们不知道那个板子上有写字啊。那个时候翻过来的时候，字已经就是被盖掉了，有一些泥或什么的。这个是后来他们把它清干净，是，然后再重新上漆，是，对，就更清楚了。哇，太惊奇了，很神奇。但是当时他们来找的时候，是有人告诉他这里有一块有字的碑，还是说他们就真的循着就找到？他们就循着，他们找了非常非常久，是真的就是因缘巧合看到这个牌匾，然后才知道。对啊，哇，各位这块文物，康熙元年啊，我的天啊，康熙元年啊，康熙元年300年起跳了，363年了，363年到今天363年前的一个牌匾，然后被当洗衣板还盖着，它是背面翻过来，所以这些当牌匾的也很可爱，把它端过来来搓，对，那个村民在当搓衣板这样搓，哇，所以整个庙就剩下这一块，就剩这一块，然后包括城墙跟城门都不在了嘛，这个其实是原本这个庙门口的南门。就这座峡城的南门是的牌匾，那它现在这个整个村只有北门还留着，其他全部拆光。北门363年的城墙还在村尾巴，所以这个城叫什么城？峡城，就叫峡城哦。所以霞海城隍庙那个峡就是峡城的峡，刚才我们看到了。对，而这个峡城是真的存在的一个城，只是现在已经被拆的差不多了。对，他那时候台湾叫霞海，就是因为纪念峡城跟临海门。就是这个临海门，就叫霞海。哦，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霞海城隍这么有名，但是其实我们一直不知道霞海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对。哦，所以霞海就是峡城的，在临海门旁的，在峡城临海门旁的庙。对，就叫霞海城隍庙。哦。对，其实我们也是来了才知道的，就觉得特别神奇，然后才就选择在这边扎根嘛。是，哇，那这好有触动哦。对啊，但这个庙的形制跟台湾有点像，但有一点本地的另外修建的一个这种风格，对不对？对。它其实在3年前的时候又重新翻建了一次，所以它更新了一点。因为在这边当年应该是1960年代的时候拆掉了嘛，差不多。你说这里吗？对，差不多。OK， 好，当时因为这个氛围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政治氛围，这里给台湾人。就是文革的时候打掉的，对，他这里就有写我刚刚讲的整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是可以给大家知道的。对，他就是完全从头到尾就把它写上去。顶下交拼，这个就有历史意义了。顶下交拼就是当年的这各种械斗，对。这个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对，这个顶下交拼，顶下交拼是这样子哦。交呢其实是交商的意思，我们以为交其实不是，是交商。交商其实就是各种同业工会。OK， 那这种同业工会，它可能是因为职业，可能因为同村同乡各种方式，它会促成起来的。它促成起来，那彼此保护行业利益嘛。那这个拼的话呢，这个就是说同业之间的这种火拼工作啊。那有的时候这个又带有一些族群的色彩。比如说呢，漳州人跟泉州人的械斗啊，那有可能是氏族之间的。对，那当然它越械斗，它的范围就越广嘛，因为漳泉后来慢慢融合成闽南的话又跟客家械斗，对，所以就闽客械斗、漳泉械斗。在台湾呢，就是3年1小反，5年1大反嘛，天天都在台湾也是天天在械斗，因为那个是一个波波生机、万物紧发的时代。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到了台湾，这官府的统治力比较弱，所以就有这一些哈。那族人38义士捐躯你看这个警察那边会打死人啊。然后从蒙甲就是今天万华嘛，对，退至大稻埕。大稻埕就是今天在那个台北那个，就是那个大稻埕公园那边，对，大稻埕啊，3年后，陈氏之子陈浩然即义建庙，1859年位于迪化街的台北霞海城隍庙正式落成。原来就是当时因为峡城的这个城隍庙金身这个渡过去，所以当时其实把这些神给请过去的话。主要也是要祈求平安他也是从艋舺，好像就是说他一直退嘛，对，本来想在艋舺扎根的，结果打不赢，是被赶到大稻埕，那反而在更好的地方扎根了。从今天来看，这确实更好啊。对，因为这个也跟台湾的发展了一后里楼三帮港。那艋舺其实当时是整个台北盆地的一个发展的核心，淡水河的一个转运的中心嘛。但是呢，当退到大稻埕，大稻埕当时一个滩涂地嘛。你看今天大稻埕那边，它就是一个滩涂地，就把它变成一个公园。是，对，当然大家很难想象现在这么繁华，当年这里确实是没人要的地方哦。
所以呢，正式落成因坐落基母穴上万名信仰啊，各行业百事顺利，财源广进啊，所以就越来越好啊。所以每年5月13号，霞海城隍庙圣诞大游行空前盛况。所以这个霞海城隍庙的5月13号就是在霞海城隍庙对圣诞。对啊，每年的王爷圣诞啊，每年这个时候，其实台湾很多信众都会过来，至少每次都是400-500人过来这边，就是整个一起游行这样子，绕境。哇，感觉真的很热闹。对，所以这些城市子孙现在在两岸还是很热。对，像他们每一年都会回来。我在这里觉得有一点惊奇的是说，他们把这个庙复建之后，本地的，就是其他的村民，他们也是一起来做参拜。对，这有点意思。他其实当初建庙的时候，在建庙的时候，村民就是参与进来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信仰可能也非常重要。所以其实信仰并没有因为当时政治风波而中断。对，没有断掉。但是就没有一个庙，就是庙拆了嘛。但是他这个信仰就还大家还留在心里面。因为台湾现在政府，民进党政府，他是对两岸宗教交流，他说是个统战。可是对，你看你笑了，对不对？这不是统战，这是发自内心的历史渊源嘛，这本身就是一个对，而且两岸的城市子孙，他们自己穿梭形成，他们本来就有很多这种交流，而且一直维持这种感情在。那他们怎么会觉得说是共产党要城市子孙接台湾的城市子孙，然后重新把城隍庙复建？就对啊，就莫名其妙。对，我觉得匪夷所思。这样好了，我们参拜一下，可以，参详一下，然后我们一边就看一看，还有就是这个跟他跟台北的一些渊源。好，我们去点个香。那这边的信仰的方式跟在台湾还有什么差别？其实差不多，但是我觉得他最近有在做一点变化。就比如说，我们台湾不是都会去像指南宫，对，然后一些土地庙求发财金嘛？对，过往是没有的，但这几年开始，这边的庙里面他们也开始去学这件事情，就是做发财金，你来跋杯跟神明借钱，明年再来还。这个是后来我们去拓印这个牌匾，把这个门重新复刻起来。对，它的旧址，因为上面那个榕树那边就有它的那个城墙的遗址，所以原本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就把它重建。那我们上来看一下。所以这个也变成你们做一些活动的广场，对不对？对，这个广场主要就是我们平常做研学、做活动的地方。其中的空间。但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后面没有东西嘛？没东西，它就是一个造景而已，它不是真的一个可以开的门。这什么时候弄的？这个是在23年弄的。哦，是，还不错，而且这个榕树，对啊，长得挺有灵性的。这个村特别多，它每一个门都有这么大的榕树，就东西南北门。大哎，哇哦！那这个广场就是我们家月老广场，就是因为那个里面的月老嘛，然后我们另外一位台青，他就是南投人，但他想要把月老这个概念放到这个地方来，就是想要透过月老去吸引年轻人来村里面玩。对，所以他做了月老广场，然后他的这个月老的 IP 就是以他的样子去做的，他本人就长这个样子，胖胖圆圆的。对，哦，太有意思了。他已经签了50几对了，这么厉害吗？然后这边是一个婚俗体验馆，这都是你们一景一物慢慢弄起来的。对，就是我们每一年去。一个部分慢慢做，但这个地方像这个婚俗体验馆，其实是大学生们做的。就我们暑期每年都会有大学生来村里面实习，台湾的过来，然后本地的过来，然后他们在村里面自己去打造。那这个婚俗馆就是讲的是台湾跟闽南的婚俗，对。然后你来这边可以换装打卡、拍照，然后你可以体验流程，你可以拜堂，你可以过火炉，你可以踩瓦片，就这一套流程这样进来去做体验。这个就是本人就长这个样子。哇，确实很月老来做，确实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南门，城墙，对，刚刚在南门是临海门嘛，对，这是北门叫拱城门。这是真的是古城墙，真的是古城墙，363年的城墙，它这个树也是老树了，这个大榕树，就直接盘在这个城墙上面，它从城墙里面长出来的。哇，真厉害！这城墙还没垮也是厉害。它其实跟临海门是长得一模一样的，是，只是说它的门的字不一样。是，哇，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在大陆这边呢，有超级多这种小城门的，对，这小城墙，这个主要是防盗匪啦，对，它不具备很强的一种军事功能，对，它就是防倭寇、防盗海盗，对，它不具备很强的那种强军事功能，但是防盗匪、倭寇倒还可以，对，这个陈永华的 IP，
哦，是我们过往台湾的大学生过来设计的。哦，好可爱哦。哦，陈永华是谁？大家知道吗？陈永华是天地会啊，总舵主，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另外名字就叫陈永华，但是在历史上还真有这个人物，他就是郑成功的军师啊，三代军师，3代元老，三朝元老。他这个故事被周星驰翻拍过，周星驰拍这个《鹿鼎记》的时候，他里面演韦小宝，对，他的师傅就是陈永华嘛，对，陈永华就陈近南嘛，对，就陈近南。然后这个就是其实它的历史原本就是陈永华，来看到了，这边就有写，明正公谷，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明正的诸葛亮，因为这个郑成功来到台湾之后没多久就病逝，对，病逝之后呢，其实就是托孤陈永华来照顾郑经，照顾郑经。那郑经呢就重用陈永华作为整个治理台湾，还有出谋划策，擘画很多事情，他等于基本上都是他在做了，都是他在做。那在郑成功时代的时候，陈永华还是参与比较多这个军务相关的。但是到了这个郑经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因为第一个他们等于算有一个固定的领地了嘛，所以呢他们就很多，你看他建孔庙、新科举有没有？推盐田、通贸易、律法、禁赌风。这什么是建孔庙？就是文风，所以全台首学，对，第一所学校在台南市的孔庙，就在我家旁边。原来你台南人嘛？是，对啊。那那个什么那个地方，其实台南是整个台湾文风最兴盛的地方，最早的嘛。最早，台南人是真的非常重视教育这一块。对，因为它文化程度最高嘛。他当初孔庙好像他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觉得，闽南人特别喜欢拜拜，所以我就把庙跟学堂结合在一起。是，你看陈永华当时台湾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参军，然后据民间资料记载，台湾赤山龙湖寺是陈永华创立天地会的据点，都挖出来了，这很有意思。陈永华是小时候住过这个村，对，他跟爷爷住在这个村，然后所以这是陈永华故居，对。然后他的墓在这个山头上，对，有点意思。你看永华宫、孔庙、府城隍庙、承德聚堂、法华寺、赤山龙湖寺，这个比较像传说了。哇，这个真的可以去拜访一下。这个就是台湾我们去挖掘出来有几个就是关于陈永华有关系的一些据点。那孔庙是肯定的，对，孔庙是肯定的。永华宫也是肯定的，永华宫也是肯定，因为这个你看全台开基嘛，等于是以陈永华来做祭祀的对象嘛。对，陈永华这个，不过陈永华到了郑经时期之后，他就比较转向民政了。因为郑经对他的军务他就不太参考了。对，他就完全就是做民政、做行政。对，因为郑经对这个老陈啊的想法不一样，他想要开基嘛，开疆拓土嘛。所以当时三藩周呢还跑去大陆跟三藩掺和，结果搞得连厦门都丢了，就基本也丢了。所以那一次其实对整个民政政权是重重的打击啊。这个就是陈永华文化展，是今年刚建好。这个是村里支持的，这个是村里面的那个他们的宗祠，对宗祠，然后让他们拿出来，然后变成陈永华纪念馆。因为陈永华也是这里本地的城市嘛。对，他是这样，他其实不是这边出生，但他小时候是跟着爷爷在这边生活，爷爷开了医馆，医馆就在这里。爷爷是从外地搬进来的，对，搬进来的。他们从应该是角美，就是漳州那边，对，搬过来这边，搬过来集美。对，然后更清楚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可，你这个现在你们是负责这个案子。然后这个案子算是我们比较熟悉吧。然后我们除了陈永华这个文化展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做在旁边，它其实是个明清古街。然后我们还有做几个配套，跟陈永华这个文化展配套的几个小展。是好，陈永华这个在台湾算是一个有点熟悉，但也有一点被遗忘的 IP。因为可以这么说。其实他这个在历史上他是相当有地位的，是，就是我们小时候念书都会念到。对，但是我觉得这个 IP 从来没有被充分开发，但是反正是港剧以前很喜欢用它，对，因为天地会嘛，然后尤其周星驰嘛，对，所以我刚才一路跟 Johnson 聊过来的时候，我们其实聊了很多陈永华的一些小历史，那我们可以就进去看吧。可以啊，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门口，它其实比较特别。其实陈永华在台湾也是有一个故居的，然后他台湾的故居叫做契园，休憩的那个契，然后其实啊，你现在看到门口这两个是陈永华的私印，放大3000倍，放大了3000倍，对，这是汉白玉做的。那上面这个呢，其实这个是谢志。但陈永华这个谢志比较特别一点点，一般其实谢志在法院门口也会出现，
但是法院门口只会有1只。陈永华这个谢字，你看它有3只，这边还有个 baby， 所以它有1公1母，再加上1个 baby。就一家3口，很像那个石狮子的感觉。对，但它其实谢字，然后这种3只的，其实在国内也比较少见。那当时其实陈永华的墓被发现的时候，它是没有立石碑的，然后是因为在墓里面发现了他的官印，他字富府嘛，陈永华的字跟名字，他就2个官印，一个写永华，一个写富府，才确认了这个是他的墓。这个墓什么时候发现的？1950几吧，好像。1950几年发现，所以其实是陈永华当时是在台湾过世嘛，但是他又迁葬回来。其实那时候是因为算是大陆的，就是清政府的一个政策，把他迁葬回来，就是把当时的一些就是去到台湾的一些官员，然后有影响力的民政的这些人，对，然后都把他们的就是都迁葬回来，但是也不敢大张旗鼓的葬，所以那时候并没有立一个石碑，避免他们在海外自立的感觉。对，是的，统治需要这个倒是在历史课本上是有讲到，就是陈永华在台湾过世之后呢，他是被迁葬回来台湾，所以他在柳营，台南柳营那个其实是一个衣冠冢，也是个台湾人当时怀念他嘛，对，然后这个就是他的那个私印的原型，然后这是陈永华另外一个印件，这个比较大，然后像这个的话，现在他都在那个鼓浪屿的博物馆里面。就是他的这个印件出土以后，就是原件现在在鼓浪屿那边，是的，就到那边，现在那边可以看到。哇，这个太有意思了。所以就是在这边出土的。对，在这边的后面。那现在那个墓我们其实已经重修过了。对，哇，竟然有机会来追寻陈永华的历史。那前展厅的第一个展区，其实就是历史上对他的一些评价啦，郑成功啊、康熙啊，甚至日本人对他的一些评价，就这几个列出来的是这样子。你看，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他是郑成功明正的诸葛亮，这是真的评价哦。你看，连横写的永华气势，功业于武侯等。武侯在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叫做武乡侯。武乡侯就是诸葛孔明哦。而不能辅殷主以光复民事，彷徨于绝海之上，就是说不能辅佐光复民事。这个他在台湾这个海上，天也就是天命啊。然而啊，开悟成悟啊，就是在台湾呢开拓了很多这一些包含这孔庙啊这些事物啊，体人长人啊，那至今犹受其赐，则深哉啊，就是说他的恩泽对我们真的是很深啊，到我们今天台湾人都还在受他这样的一个恩赐啊，所以陈永华对于台湾的历史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陈永华其实当时到台湾的时候，他跟郑成功他们是从台南登陆嘛，对。那时候台南也是作为台湾的一个主要的根据地，但其实他到台湾的时候，台湾还不算完全开化跟开发，对，所以陈永华那时候辅佐郑氏3代人，他在台湾其实有蛮多建树。大家好，我是李修，我们现在呢来做一个闽南的串珠。然后我们要先来欢迎呢，我们今天的串珠的老师。你好，老师您怎么称呼呢？姓钟。我们钟老师，对，小钟老师。是。对，他今天穿的超美的，因为他今天穿了一个汉族马面裙。你们汉服是不是可以但是我是畲族的可是这是我们汉元素的服装。是，其实畲族的汉元素很多。对，因为畲跟汉其实它是非常接近，畲族呢又跟这个客家人。这个很接近，对，而且很多畲族呢，其实在近代定位自己民族之前，他们自认为是汉人，对，就跟壮族一样，其实已经汉化了。对，很有意思的。好，那这个今天呢，我们来学习，来跟我们小钟老师学习一下怎么来串这个珠。那我们现在做台面上有很多东西，那怎么开始呢？我们先挑一下这个漆珠，你看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颜色。那这个漆珠有什么特色呢？对，它就是说是我们的一个大漆，天然大漆嘛。它这个工艺的话，距今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这个螺钿，它就是爆鱼壳经过很多道的工序处理然后呢去嵌到这里面去，而且。大漆如果说需要干的话，它需要一定的湿度和温度，然后呢，反正就非常的复杂，是对，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统手工艺。我刚才就在想说，这肯定是非遗，特别，对，是我们福建的非遗。那这个是手工去做的吗？对，纯手工所以一道一道刷出来，一道一道那个做出来的。最初它就是一颗木头珠子对，没有颜色的。这个漆就是我们的一个上的一个大漆，然后去做的一个漆珠嘛。所以这个都是纯金箔去贴的。哇，所以这都是你自己做的？
那倒也没有，这个我师兄做的。哦，是，对，哇，这个手工就真的厉害了。这个一颗的话，基本上工序下来的话，半个月可以是要的。哦，一颗要半个月。但是我一次可以做很多颗啊。哦，对，因为它是要等它干的。对，没错，主要是每天都需要等它的那个干掉，我们才能上下一道。对，还要打磨、推光，原来是这样。一系列的一个流程。我觉得这个颜色超美的。那你先挑七珠，然后我们再来挑配珠，然后再来串就好了。我自己留一个红色的，红玛瑙。对，非常的配啦。好，那我要怎么做呢？先试一下，就先穿珠子。哦，先穿珠子。对，先穿小珠子。我们从这边，然后我等一下打结，要收尾。哦，所以从这边，然后就这样子把它穿过去。对，直接穿进去就好了。我们这样子，然后是的。老师的手艺太快了，我都还没看清楚他怎么弄的。第一打了个尾。然后这样子吗？是，直接往下穿。往下拉。OK， 不用拉到太底，因为对，不然等一下它跑掉了。哦。抓不回来了。所以就先把这些都串起来，然后最后在闭合的时候再。对。我这个速度就跟老师的速度是完全不是个量级。1 hour later。好，那我们所有东西都串完喽，然后谢谢老师。哇，真的喜得2串。然后因为我自己属龙嘛，我对龙特别有感情。哦。对，所以属龙，所以我喜欢这个感觉。可以，幸亏我今天带了一个牌。好，我们谢谢小周老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追踪小周老师的社群哦，我们也把它给大家告知。拜拜。现在呢，来到哪里了？哇塞，海上 VIP， 所以我们今天呢，据说是跟我们的谁同款呢？是跟馆长同款的。我们拿到了这个船票啊，我们到底来看看呢，到底有多么的 VIP 哦。那我们这一次好像可以看到金门，那金门呢也是现在啊两岸呢唯一啊大陆的同胞可以到这个我们台澎金马的唯一的一个地区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从厦门的视角往金门看，所谓的两门对望哦。那天呢，那叔叔别人问我了一个问题哦，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叫门？因为这两个都是港湾湾澳。你看金门这个廖罗湾很有名嘛，那它就是变成一个扼控整个泉州湾的一个部分。大家也知道，泉州其实在元代以前是这国际大商港啊，是整个东南地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户哦。我说这个叫东方曼哈顿的概念，你看这个整个岛。它又是一个花园，又是一个现代化，然后又有环岛高速在这个上面，这个景色你会觉得它有点赛博朋克，再加上古今穿越的那种美感。我们现在呢，逐步的接近到金门列岛喽。其实金门跟厦门是同一个岛群啊。这个呢，大胆上面就有那个新站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2胆、3胆，这没有名字，但应该叫胆结石吧，我猜。这边哦，在过去。就是属于金门的禁限制海域，其实是理论上大陆这边是不能过去的。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自从渔船事件之后啊，现在海警船常常跑到禁限制海域里面去了。台湾这边海巡呢，只能跟随，无法驱离，因为大陆这边动辄就上千吨，甚至2000吨的，所以根本就赶不出去啊。我们今天我们出来的时候，每次出港厦门那边就停了好几艘1开头或2开头的，那个1开头就1000吨，对，那就是大船啊。今天我们是没看到了，但是现在就是它就是可以自由的活动这样。哎，速度快一点，不然等一下他要开始直播了。哦，老师你好。Hello，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下港海洋。老师你怎么称呼？哦，我姓薛，就是我们下港送王船的第4代传承人。哦，是薛。对，薛仁贵的薛。哦，薛仁贵的薛。对。你这 Q 靠跟我台湾人做像吗？哦。我是漳州的啦，嫁进来的啦，给你们啦。我们台湾也很多漳州人。哦，有哈，有加 J。是呀，是呀。所以很感谢。那个我们今天呢，薛老师要带我们来体会一下厦门的王船文化，对不对？哦，对。你说第4代是什么意思？第4代，因为就是从我爷爷的爸爸开始传下来的。OK。对，然后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现在就是老人家他以前他也是厦门人，后来他到了台湾去，伊台湾遐有一间厦门龙珠店，所以从阮家有一间下港龙珠店吼。以前阮家是挂牌是叫闽台送王船的。哦。所以吼，阮也是上王船啦，是就比较那平时的话，他们都会有一些信众过来，都有交流的。哦，是。
也是龙珠店。对对对。那最近是王船正在建造的时候吗？王船已经上料，就是上个礼拜星期天已经送完了啦。我刚好那天搭车过来的时候有看到你们那个王船的那个布置。对，12月14号。那我们今年就是跟马来西亚一起，2国联合一起送王船的啦。是。所以今年也是一大特色、一大创新的啦。对，马来西亚也不少我们这个。对，马来西亚想到它也是那个我们这边的华人啊、下南洋啊，把这个文化带过去的哈。所以呢，我们这个是互通的啦，就是我们有这个大型的仪式，他们也都会过来，所以就是一种国际性的一种交流的啦。我们每一届的这个送王船啊，我们的那个王船上的那个船帆，都是由我们下港的这些老移民他们自己亲手缝制的哈。这是然后这个这么小的这个船帆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平时有开手工课程的哈，像我们平时会结合我们当地的这些下港海洋手工技艺，平时就是说，比如说像有这个蛋明头饰的一个制作啊，还有这个浮船船帆的这个制作，还有来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打绳结跟织渔网哈，这个也是我们当地移民。他们以前在船上要固定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是必须要打绳结来固定一些东西的哈。所以呢，我等一下可以教一下你们最简单的这个平结的这个绑法。这个绑法呢，就是它这种绑法就是，我们只要这样子套进去，它会越拉越紧哦。因为以前移民生活的时候，都有一些东西在船上很容易掉，对，很容易掉，就是需要靠这种绳结来给它固定好。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平结。来，我们来教一下。然后你这不是这样套起来，然后你只要翻过面就好了。然后这样套进去，来套进去。好，来，然后4条一起拉。这样4条一起拉，只是说你刚才这个上面留的比较短，所以它这个就是就比较不好。代表历史哥没有这个绳结的，它这个就是我们叫平结，还有我们的地上大非遗，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埔习俗，厦门海埔习俗，它也是4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每年的农历7月26都会有这个起湖的这个荷花灯，就是往我们这个避风屋里面放这个荷花灯，这个是4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也是我们平时会旁边这边有灯。然后平时的话，我们有手工课程里面就是用那个 DIY 做的那个。我看到了，这边侧边这边有灯。对，有这。然后开起来，它就会亮。好，来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小王船了哈。这个小王船，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下港的一个特色。厦门呢是有10几个宫庙，这要这个套。厦门呢是有10几个宫庙都有做这个送王船。那我们这个点呢是作为我们市民区对外交流的。那我们下港送王船的一个特色，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王船上呢会有这边的很多这些人物这些36官将啊，就是这些36官将呢，就是我们王船要出行的时候，我们王爷要携带的五营兵马，充当我们王爷的一个军事力量。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下港所特有的。那像因为我们这边毕竟这个小船里面位置比较有限嘛，所以我们里面还有一些衙役啊、水手啊，还有我们的那个中金府的大厅爷啊，那怎么会铝的？因为它这些就是我们《封神榜》里面的那些人物，用《封神榜》人物来对，那些人物都给它体现在我们这个上面了啦。这也是下港的一个特色。那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艘王船，可以看一下王船的船头啊是狮头，狮头后面是龙尾，是王船的一个标配，可以看一下。狮头龙尾是王船的，可以看一下。为什么是狮头龙尾？那为什么是狮头呢？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它不仅可以驱灾辟邪，还可以带来祥瑞之气，起到了震慑作用。所以呢，狮头龙尾，这边就是龙尾了哈。它就是一定要有狮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我们船头这边有一个头犁壁，它这个造型是一个头犁壁的。有犁耶！对，不是这个是这个，就是跟在犁田耕地用的，这个是锚，这个是在固定水位的。有锚，是这个船型的前面这边。那比海鲲号还好，至少有锚。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王船上面有一个开山镜，白色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船的一个导航或雷达。这个就是王船的一个特色。是这样好来再看一下这个龙目。OK。这个龙目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官船的眼睛是朝天看的，用于观天象。那如果是浮船的眼睛呢，是平视的，用于侧朝浪。那如果是渔船的眼睛呢，是向下的，看水里面有没有鱼。所以呢，我们这艘船它是浮船的一个官船的样式，眼睛是观天的这个就是一个特色。
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小小的这个门呐，这个门叫做水仙门，就是我们要上下登船的一个出入口，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上船登船啊，都要从这边的这个门哈，因为它这边是毕竟是模型嘛，可能会做的比较没那么那个，就是如果是我们真的船的话，这边是可以拿掉的哈，是从这边上来的。然后上面是官厅，官厅呢，也就是我们对面龙珠殿王爷休息办案的地方。那它上面的屋顶呢，采用的是歇山式屋顶，闽南特有的一个建筑特色。好，那再来看一下王船船身颜色也是比较喜庆的哈，它主要是为了体现一种热闹非凡的民俗趣味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所说的这边的这个龙位了哈，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好头好尾的一个意思的啦哈，这就是我们下港王船一个特色。那它的船舵是用人去转，以前的话，船舵应该也是吧，以前应该是那个它也是可以动的，只是说它这边绑得比较紧了啦，绑得比较紧就动不了。掌舵的，对，因为它上面有很多也有水手嘛。对，好多的那个水手什么都有，所以它配套我们的模型里面就这一艘会配套比较齐全的，是，然后其他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完整。对，至少它的船舵就是一个人操。对，也要那个的。对，因为台湾最近有这个潜艇，就是那个船舵是很多人要轮流，很累的。轮流的哈。对。那台湾东港那边送完船也很热闹啊。很热闹。对呀，像我们以前。王船其实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对呀。对，该有毛有毛，该有舵有舵。啊，对，是。真的是非常好看。我们下港这边，因为我们地理原因嘛，以前很多的移民，现在移民都上岸了，所以我们这边的这个社区已经不集中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点送完船可能会比较难，然后其他宫庙的都办得都很大场，然后但是我们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我们该做的什么都一样做的都很用心，真的。然后现在呢是由我们的主委来做这个事情了，就是我们厦门港的这边龙珠店的主委，都是他牵头做这个事情的。欢迎你们。好啦！你阵所徛的这所在吼，咱后壁这座牌坊吼，你若去台南的五条港，你可能就会去注意到讲有一座一模一样的。我有去过呢，五条港我有去过。五条港有一座丰神庙，丰神庙的头前还有一座一模一样的这牌坊。因为啥？这是咱厦门的海防同志蒋元书是伫遮建造的这座牌坊。然后呢，伊过当年去台湾做官，然后伫咧台湾的五条港，伊个接官亭门口，伊也建一座一模一样的牌坊。原来是这样。所以这座就称作接官亭的石坊。是。因为伫咧康熙25年到乾隆49年，是1684到1784，整整的100年。要到台湾，就一定得对咱遮行。你看咱的咱的年是安尼写，100年间两化为一渡口。是。所以讲，这个所在呢是官方唯一合法的渡口。可能啦，对其他所在行，用咱这阵话讲偷渡。对，偷渡，因为那个时候。清朝实施限海令，对，所以不太愿意让这个一般这个闽粤的百姓到台湾去，是，但是还是要申请。但是因为当时台湾还是有这个开放的需求，然后呢，我们闽南这个地方呢，山多田少嘛，7山2水1分田嘛，所以人多，但是田少。你咧讲的申请，爱申请就是安尼，就来到家。找来甲咱的妈祖拜拜的，报备者，然后再坐船。是。所以讲咱后壁就是有咱是做咱的吊钟经。所以几百年前个这家个是拢小港，就是港口的。是，港口厦门港。你讲老厦门港意思就是这个。对。今日厦门港已经刷去伫东都。对，拢是现代化伊个码头嘛。是。咱你来看一下。来这个。这阵台南正统龙年门圣母庙内面吼有3尊妈祖像，对，称作国姓妈。为什么叫国姓妈？地成功国姓爷，地成功带过去的妈祖。就是对家吗？是对咱厦门港请过去的，对咱厦门港请过去的。对。所以你看，咱厦门、金门了了吼，甲台南的龙年门，厦门、金门、龙年门，3门。所以呢，这几年来，咱吊钟经呢，甲咱金门的同胞，甲咱台南的同胞吼，结成一
二级金兰啦，是，有一个活动叫做三门共走成功路。哦，就是行地成功这条航线的线路。哦，对，因为当初是地成功是伫下门甲金门咧两边嘛。是，妈祖拜一香。好，没问题，好，谢谢。祭拜仪式开始，分香。公元2025年12月20日，岁次乙巳年11月初1，吉诞。新坟台湾李义修先生莅临厦门朝东宫参访交流，虔诚致祭于赐封天上圣母及主神，行上香礼仪。一上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再上香，祈求家门康泰，福禄荣增。三上香，祈求心想事成，吉祥如意，吉祥。你看咱这个边啊，台南大天后宫德谋后在，地方官员若要求风求雨什么啊，到咱朝宗经拜妈祖。哦，是。所以讲，咱这也是官司的场所。这就是咱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队里，甲咱朝宗经的队里，伊无来过，上礼，是上礼啊，这咱金门馆长，陈福海，后咱这南投的馆长许淑华，许淑华有介绍，所以咱遮甲台湾互动是足频繁的。对。甚至咱以前定系组团互相拜访嘛。是吼，一年去几啊过？一年就去几啊。这样时间会使申请，即摆。就是申请就较难哦。较难。今年刚好签过。但是即阵敢阮会使过金门啊，所以讲即阵就是咱招带金门啊。台湾的也咱若招过来金门，阮若过金门啊，所以咱带金门会合啊。是，但袂使到台湾的。是，真可惜。但这就是上可惜的。希望较早开放的。记得要来厦门的话，要来朝中宫，我们来祈福一下，好不好？这边请。这边就是我们九牧集团的8大核心品牌，像 THG 和 Pogenpo 是九牧在21年全资收购的2个顶奢品牌。THG 是法国的顶奢卫浴品牌 ，Urban 的话是它的子品牌，还有我们 Pogenpo 是德国顶奢厨房品牌 ，Goldreef 是它的子品牌，还有我们的智联机器人是做 AI 未来家居机器人研发，像是搓澡机器人呀、美妆机器人这种，以及九牧我们自己的高端卫浴品牌小牧卫浴轻奢智能卫浴品牌。那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九牧的产品入驻的一些超级地标级的建筑，像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兴机场，再像厦门的翔安国际机场等等。那像 THG 和 Pogenpo 的产品更是有入驻像美国海湖庄园、深圳湾1号、上海汤臣一品、纽约的特朗普国际酒店、迪拜帆船酒店等等。所以你们是这个川大统领的爱用户，马拉哈狗都出现了。是的。马拉狗，所以它里面的一些金色的卫浴是这些定制款的话，可能是跟你们定制的。是的，就像 THG 和它是用的 THG 的一些卫浴，包括像这个纽约的特朗普国际酒店，它也是都在用 THG 的一些卫浴系列。所以他以为他买的是法国品牌。对，就是法国品牌。对，但是其实那个。现在背后是中资在做老板这样子，像这边就是做了一个美国名人用户墙，对，像华为总裁任正非啊、赌王何鸿燊等等，他都是有在使用 THG 和 Pogenpo 系列的一些产品，包括还有我们一些国家的运动员，国际影星，他们也是有在使用我们九牧自己的产品。哇，没想到这里都可以看到川大统领，太好了。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九牧的一个生产主力线我们在全球是有15家黑灯工厂，我们主要工厂是分布在泉州南安，我们在这下面都是我们南安的一些工厂，我们还有位于法国的 THG 顶级卫浴定制工厂和位于德国的博德堡顶级厨卫定制工厂。我们一会儿在2楼也会看到黑灯工厂的一些实时画面、实时连线。
黑灯工厂就是它完全脱离了人作业。基本上是没有人，那当然还有一些检修人员嘛，对，基本上全部都是机器和机器人在进行生产。像这边就是我们集团的最新发展动态，九牧集团它在销量上已经取得了中国第一、世界前3，智能马桶的销量在全球都可以排到第1位。像我们九牧集团总共有2万多项先进专利，那平均下来每天就会有5项专利问世。对，九牧也是在23年跟华为、IBM、西门子等顶尖企业联合打造了卫浴行业的全球首个黑灯工厂。截至到目前，九牧的品牌总价值也是已经突破了1812.86亿元。这边请我们一起去2楼看一下。我们企业精神是以贡献者为荣。我们老板他是泉州人南安人，对，泉州人，是的，他一直也是这种宁愿睡地板也要做市场的这种奋斗精神。所以九牧的企业总部在哪里？企业总部我们现在是这一栋的话，是我们全球运营总中心。对，就是因为是泉州人，所以放在厦门。对，像我们在南安的话，现在目前在建了也是一个全球新的运营中心。对。像这边的话，我们企业的目标也是成为世界第1的科技家居消费集团。九牧它是90年创办，到现在35年。最开始是做这种煤矿用的除尘喷淋系统，后面1年后去转入到了卫浴行业。96年，我们也是行业首创的淋浴花洒问世，成功从洗煤转型到了洗人。对，15年洗煤变成洗人，哇，这很励志。对，相当厉害。是的。15年，我们有一个新闻，就是智能马桶盖的问世，也是成为了全国两会的热点。19年，我们发布的年轻高端卫浴品牌小牧卫浴。小牧的话，它整个产品会更多巴胺一点，更适合年轻人去使用。对，现在都是讲求多巴胺的时代。对，21年全资收购了2个顶奢品牌 THG 和 Pog&Po，22年就已经荣获了销量的行业中国第1、世界前3。像25年，也就是今年，有很多国家领导，像国务委员、福建省省长、副省长、海尔董事局主席，前段时间中国移动的董事长，再包括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前主席马先生，也都是有来参访我们九牧集团。对，我们的目标也是在30年实现销量的全球第1。目前前2是谁呢？科勒和 TOTO 嘛。TOTO 是科勒是美国品牌，TOTO 是日本。对。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全球市场布局。九牧的产品其实已经覆盖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的零售网点有超过100万个，高端体验店超过1万家。我们总共是有16家研发中心，15家黑灯工厂，整个研发团队是有超过5000人。对，像这边这一套的话是九牧和保时捷联合推出的一套，叫 MX Collection。它的话是采用了这种独创的磁吸旋钮。我们可以通过旋转它去改变一个出水方式，然后这边有一个氛围灯光，可以实时看到水温的变化。它最重要的是，它每一个都是可以这样拿起来的，我们不容易藏污纳垢，非常方便去清洁，而且也不一定我们非要在这边进行操作，我们可以在其他的独立区域去进行，我捏住它，它就可以进行一个操作。所以它可以移开这里，只是说在这里是静音的位置。对，我们在这里的话，它是磁吸，就是旋转会有用。那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可以操纵开关。我们也可以实现一个远程预约泡澡，因为它搭载了我们九牧自己一个 APP， 就是还没回家，我可以先提前放水嘛，然后确实相当华丽。对，像这边的话是它的一个淋浴房，这款淋浴房的话，它是有搭载一个语音控制，我要开门，它就会自动把门打开。对，而且是这种开门内转角的设计，最大化开门空间，里面都是这种暗装，非常简约高级。对，像这边的话也是这种磁吸旋钮的，它是隐藏式的龙头，我们打开之后它会把龙头伸出来嘛。这边氛围灯光可以是我们水流量，这边也是水温。对，像这边它镜面还有一块屏幕，只是现在光可能比较亮，看不是特别清。它还有一个实时的这种天气啊、气温，对。空气质量优，
建议着薄外套，他会给一些穿搭建议。德国九牧慕尼黑团队研发的一套，它是置换森下套间，它在面板上可以选择不同的淋浴场景。我选择不同淋浴场景之后，它对应的氛围灯光啊、出水量、水温状态都会不同。像这一套的话就非常有情绪价值，它可以实现一个套间内所有产品的相互联动。所以它连同热水器都是这集成在一起的。对，是的，它是采用的暗装嘛，就和刚才保时捷那一套，它不是这种外装款。对，我们这一套未来可以实现一个自动识别不同用户，去记忆用户不同喜好的一个功能。对，所以它还在优化和升级阶段。所以这个是未来会出现的东西。对，是的，很有科技感。像这边这一套的话，是九牧跟华为联合推出的一套，叫至上套间，它是搭载了我们的鸿蒙系统。我们全程可以用鸿蒙系统的手机进行操作。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想洗澡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智慧生活里面的淋浴场景。它这边就开始联动了，淋浴房的冷水就开始自动先进行预排。我们洗澡的时候，它不是要现在冬天要先排一段时间的冷水吗？对，这款就可以自动帮我们排到了。像我现在站到马桶旁边了，它就识别到我们洗完澡，它水就自动帮我们停掉了。马桶也是马桶盖打开。对，是的，这边灯光也打开了，然后浴霸也会自动开启工作，它就也是会实现一个套间内产品的联动，我不需要再用传统的物理开关。除此之外的话，这边它还有一个碰一碰投屏功能，我可以直接把手机投屏上去，我可以在这个镜面上反向操作我们的手机。对，比如说我要刷一下视频啊，这个绝对会卖。100%都想带回家了。是的，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核心花洒区。像这边这两款是我们小莫花洒，这一款是我们思雨花洒。我给您关掉，您可以自己点开试一下。对，这每一个是开启一个，这个是思雨花洒，它的出水孔径是小到0.3毫米，打在身上就像雨水包裹那种很轻柔的感觉，超赞。它是那种绵密，很舒服。像这边这一款是一个自动按摩的花洒，它的水流可以自动变换。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自动除垢的功能。那它这里面是有一个除垢的顶针板，我们关闭花洒的时候，这个顶针板就会插到这个出水孔里，它就会起到一个自动除垢的功能，它就不容易留水垢。像我们有的水质比较偏硬的地区用这款就非常适合。这个一套多少钱？都在几百块左右。对，几百块。是，像这两款的话，是我们小木花洒现在非常受欢迎的一款。这一款是跟华西生物跨界合作，就是做玻尿酸的，这中间是一个玻尿酸的刺泡。那我们当洗完澡之后，毛孔是处于舒张状态的，它可以打开，它这边中间有一个雾化的按键。我们就可以把玻尿酸的精华去雾化出来，然后导入到我们皮肤当中，起到一个抗皱、提亮、紧致的功效，美白。对。像这一款现在是最火爆的一款，对，非常火爆。它怎么装电呢？它不需要充电，它这不是电池款，它这边是可以充电的，有一个 Type C 接口，但是我们做了防水处理。但这一款的话，它是有一个 IPX7级防水，它不用担心水会淋到它，所以这一款现在我们把它打开，它中间相当于一个蓝牙音箱嘛。我先连接到我的手机蓝牙，稍等一下。像它的音质也是非常好的，我们洗澡的时候可以一边洗澡一边 K 歌，一边听歌。这套多少？这套的话，现在目前价格是699，还是很699。对，我可以单独把它拿下来，这边正常洗，我可以打开它的 K 歌功能，我可以一边洗一边唱。对。它就是小木，对，这就是小木的，因为小木它就是专门做年轻人的品牌。像这两款的话是我们的旗舰款马桶 X90和 X70，它是有一个这种红蓝光的理疗效果，红光可以促进代谢，蓝光可以杀菌消毒，像是对于有痔疮的朋友就可以起到一定的理疗效果。对，然后这一款的话，它还是我们超静音款马桶。我们传统马桶是虹吸式的，我们这一款马桶是我们自己独有的一个翻转冲刷技术，它的冲刷音量非常低，低到38分贝。对，就比较适合主卧去使用，晚上起夜也不会影响到家里人。对，这一款多少？
这一款它的价格是19999，因为它传统的一些功能，像是您说的，它有融入到小米的生态系统，包括鸿蒙生态，然后支持语音唤醒、脚感，各个都可以日常的冲洗。对，然后魔力泡，包括它还有一个魔力泡的功能，它是有一个这种泡沫盾嘛。可以阻绝那个气溶胶喷溅，就是之前疫情的时候不是有这种传播方式，对，然后它也有这种功能，对。哇，像这一款的话，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它的话是有一个这种清洁机器手。我们一落坐到马桶上，它就先喷出这种360度的旋转魔力泡，它可以有效的防止脏污喷溅，防止脏污挂壁，抑菌除臭。像这一款的话，也是超净音款马桶，冲刷音量只有38分贝，也是我们翻转冲刷技术，所以这一款销量现在也非常好，它价格大概在7999。哦，还可以啊。是的，因为 TOTO 一个好一点的也是贵的要死，而且还不见得是智能的。是的，这款就是非常智能。像这边的话，是我们几款核心龙头，这一款是带冲牙器的一个龙头，因为现在我们家庭对冲牙器的需求也是蛮大的，像小朋友呀，我们年轻人都很喜欢冲牙器，因为它是活水嘛，水流会更加稳定，这个头是可以拆下来进行更换消毒，而且它是有3档水压。像这边这一款是我们一个免触龙头，它是在上方感应出皂液，下方感应出水，它可以做到洗手全程免接触。像我们这栋大楼的公共区域就在使用这一款，很多就在使用这一款龙头。像这边这一款的话，是我们一个可折叠的龙头臂，这个比较适合家用，另一款比较适合公共区域嘛。它是有一个这种可折叠的龙头臂，像我们早上如果着急在家洗个头，又不想进淋浴房，这款就非常方便。而且传统的那种龙头它抬不起来的话，它容易卡到头，这一款它抬起来就有更大的空间。有它的实用性。是的，像这边这一款是3合一体的一个龙头，它还有一个烘手机，它是在侧面感应出皂液，下方感应出水，两侧感应出风，它是有一个烘手机，而且它的烘手力度还是很强的。不过这要另外装插电池就对。对，在下面。像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小木的龙头区，它颜色会更加多巴胺一点，对。多巴胺颜色。是的，它会设计感会更时尚一点。它这个都陶瓷涂层的。是的。而且你每个涂层做的不一样。对，是不一样的。这是金属涂层，这陶瓷涂层。这个都是主片。可以。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 THJ 的展厅 ，THJ 它也是被誉作卫浴界的爱马仕。像这一款就是它非常经典的一款龙头，叫蒙特卡罗天鹅系列。它外表是24K 镀金，两侧把手是施华洛世奇水晶和摩纳哥皇室陶瓷镶嵌而成的。这一款也是我们说的特朗普的同款。对，它还有一款更贵的，价格在70万左右，它是镶钻石款，这款是镶水晶款。对，像这边的话，就是我们 THJ 也是比较经典的一款，叫超凡水晶系列，它里面是有内嵌 LED 灯，但是这是水晶款，一款的价格差不多也是在20万左右，20多万。20多万是人民币啊？人民币。这是100多万台币啊。像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THJ 跟莱利水晶联合打造的一款叫雨燕系列，它是透明水晶和黄金镶嵌而成的，上面造型都是这种飞翔的燕子，差不多一面墙就是在100多万人民币左右。像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马桶，终于就是我们的镀金马桶。哇，这是川普同款。好，我们从九牧呢，用瞬间移动呢就跳到了这里，突然来到了海边是干嘛呢？其实厦门到处都是海边啊，但这里的海边特别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桥柱，而且呢，盖的如火如荼，还有它的规模非常巨大。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连接两岸的希望啊！两岸一家亲，交流人更亲，是什么呢？是金厦大桥。那从这边往金厦大桥，它是一路的盖过去，它中间可能还有一个记了一个转折岛，然后最后会连到金门。那当然，目前两岸的政治问题啊，你说最终金厦大桥完全连通，还是要等到这个政治解决。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哦，其实这次来到厦门，我想包括我，然后包括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小编大家感受都很深刻。其实厦门呢，真的对台湾人非常的热情啊，而且当年啊，我们遥想当年，大家还记得我们去沙坡尾的时候，
金门、厦门就是到了鹿耳门，这是两岸的对渡的门口。所以希望有一天呢，两岸呢能够相互汇通啊，然后呢携手共进，越来越好。那今天我们刚好在金厦大桥的旁边，在餐厅呢来吃饭，然后今天还有个神秘来宾啊哈，等一下呢大家就会知道是谁了。那我们来好好享受啊，在厦门呢最后一个中午，接下来结束之后，我们就要前往下一层，要去云南去我们第一次要再开一个新的地图哦。所以今年在大陆的行程呢，这个厦门应该是倒数第2站了，然后非常的开心啊，今年收获真的很满。所以迎来我们的大人物啊，何家迪啦，贺啦，小人物，好久没看到你了，小雨，拜拜。拜老大。